眼前这个坐在丛林里的男人正在打造一把石斧，你可以叫他锤子哥。这是他净身出户的第一天，为了扬眉吐气，他决定在野外打造专属于自己的别墅。只见他把石头磨得服服帖帖，连路过的蚂蚁都被直接碾死，还用嘴角流出的神秘液体加速对石头顶部的打磨。光有石斧没把手可不行，倒霉的树被石斧连番攻击，又被锤子哥用180斤的体重压制，生生给弄断了。紧接着开始扒树皮，找个小石头打磨成凿子，用石头敲击，让凿子逐渐攻破树内心。看得出来锤子哥手法很专业，祖上一定是卖豆腐的。树干被彻底凿穿，就能把石斧直接塞进去，通过撞击让它们更牢固。我敢说这是我见过最讲究的石斧，精致程度让人无法想象。锤子哥拿着斧头往树身上砸，他的使用方法就是先把树砸晕，再用蛮力弄断，然后还得解决房子的问题。锤哥使出闪现技能，一连虏获多名幸运树。除了讲究斧的大力支持，也离不开他的体重优势。接下来收集一些当地特有的竹子，这种竹子韧性好，非常适合当绳子用，就是扒它的时候得小心点。锤哥凭借优秀的牙口对竹子进行了裁剪，随后锤哥用树干清理出场地，在松树上凿出凹槽，用来安放第一根支架，还不忘用体重测试一下牢固度，继续往上挖掘，把顶棚支架固定好，再来个单杠试试。其他的树干也捆绑起来，地上挖个坑，使出浑身解数，大力挥动铲子，坑里还得垫几块石头，防止支架动摇。真是见过的最讲究的野外高手。4年打造一片隐士乐土，不只用石头盖了座别墅，甚至还养了猪和鸡。他的野外生活第一天，首要任务是建好避难所，借助松树的力量搭起单杠，然后固定2根主梁，棚子的外框就搭好了。锤子哥在底部支架铺上足够的树干，每根树干的顶端用竹条来回绑扎，这排面讲究的很。锤哥坐上去试试，体重都能承受，说明结实的很。他直接走进野外，开始大量割茅草。从小就喜欢杜甫，觉得这草适合盖房顶，把茅草抱回放地上，摊平晾干，趁机点上柴火，开始处理竹子，像打坐一样，扯下叶鞘就是竹条，应用勾股定理，把竹片撕成2半，3根并排，让茅草穿插其中，每一捆紧实一点，用短竹片固定，把松散的茅草编成帘。锤子哥拿起茅草帘子，把它们拖到房子旁边，这帘子谁看了都得服气。锤子哥站到床上去，把帘子慢慢拖上屋顶，停在半路上，用竹条固定起来，带大家体验一下第一个建筑。小哥一下子爬上去，平时家里不让午睡，现在终于可以好好睡了，可晚上却睡不着。说到锤子哥刚到野外，马上就搭了个临时庇护所。野外王者都有一手好竹工艺，锤子哥也是，他把竹子扭断，拿石斧头顶砸一下，立刻分成2半，还不够细，还得继续砸细点。下雨也没关系，可以转室内继续展示技艺。细分竹片后，拧一拧更有弹性。地上排成7星连珠阵，用竹条在阵法里穿梭，看不出锤子哥粗糙外表，竟有这么细致的一面。就这么缠绕一顿，底部的小圆编织好了，换个场地，竹片向上竖起，继续用竹条固定，从2维到3维，竹框框架出来了，漏斗有点大，用竹条缠绕填充，多余的竹条插回框里，固定提手位置。锤子哥有了个小花篮，立马成了采蘑菇的老姑娘，拿着花篮进野外，这可是好东西，拿走拿走，别客气。锤子哥斧头一挥，挖出来3胞胎木薯，这点哪够吃啊？继续挖个5、6斤的，没想到居然还遇到野生柠檬果。大哥发誓这是真的没剧本，随手捡了些松针，钻木取火，考验真男人。锤子哥手速快到封神，看他那熟练劲儿，把火星弄到松针上，一口气吹得火苗旺，可以烤木薯大餐了。吃完那香喷喷的木薯，锤子哥又躺回小床，真是太香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锤子哥就开始忙了，他把树干捆在松树上，瞬间庇护所空间加倍，6尺男儿得宽敞点，至少得一室一厅。他在野外已经5年了，虽然没澳洲小哥帅，但干活可是一流，要匹配野王的身份，必须得有个阔气的房子。锤子哥收集了好多木头和藤条，把树干绑扩大地基，然后在支架上一根根树干摆好，一家人的齐整，藤条围绕上下绕，固定好支架，纯木色地板铺好了。锤子哥拿竹筒喝水，一口喝饱，一下就来劲了，牙一咬，迅速把无梁支架固定好。接下来是墙面，锤子哥用传家的干面结，墙体支架固定好，表演徒手撕竹子，用茅草编的帘子直接固定到屋顶去。锤子哥轻功上阵，一跃而上，草帘摆放的整整齐齐，等秋风起来，草帘自成一景。回到地面继续他的手工活，茅草帘子编得飞快，墙还多的是，得赶紧填满，用竹条把茅草牢牢固定，嘴里叼着竹片，手不停动，干面结打得飞快，屋子终于被妥妥包围。拿起锋利的石片，仿佛托尼剃头一样修剪，平刘海永远是他的标配。卧室旁边弄了个小隔间，用树干圈出来做个栅栏，这是他心血来潮的开放厨房。来看看他的野外别墅，还贴心的弄了个观景窗，房里那单人床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，比家里受气强多了。有房住还不算完，得有套得体的家具配套。男人打造的不只是屋子，茅草屋刚弄好，
接下来是手工家具，选的都是优质野竹，每根竹子都是精挑细选。锤子哥手里的石头开始下功夫，竹子被他细心分开，心中自有成竹。家具尺寸早在脑中有数，竹竿上不停地敲打，利用竹子的软结构钻出一圈圈的凹槽，细竹子一敲就进。椅子侧面也弄好了，继续转动敲打，另一根竹竿也就位，开始组装各个部分。学了一辈子的手艺，今年才38岁的他，做的椅子虽不是绝世好作，却也让村里人趋之若鹜。竹片在打好的孔中穿来穿去，这样一把框架椅就算弄好了。锤子哥手上的竹子接着加工，这次是为桌子准备的支架，下雨也不怕。锤子哥就享受这股浪漫，雨中干活别有一番风味。桌面就用竹片铺来做，别问竹片哪来的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手里的竹片手撕的。竹片上下翻飞，位置都得固定的严丝合缝。这套桌椅在锤子哥老家得能卖个好价钱。锤子哥试做过后，直接搬进新屋里，准备弄个乔迁宴庆祝一下。没多久，锤子哥就提着一串新鲜的鱼回来。你问这鱼怎么来的？是不是摆拍？就在昨天，锤子哥亲手做了个鱼钩，还编了根轻巧的鱼线，河里的鱼几乎是排队上钩，争先恐后的跳上来。回到正题，锤子哥洗净鱼，直接挂在篝火边烤，利用这空档展示一下自制弓箭的威力。不用多说，弓箭也是他自己做的。话说回来，吃饭才是正事。锤子哥把烤鱼端到新桌上，倒上满满一壶清水，乖乖坐在窗边，看这架势像是在监狱。锤子哥享受着晚餐，一口鱼肉配一口清水，这日子过得真滋润。这个厨房过2天还得再改改，真没见过这种男人。被老婆赶出家，居然直接在野外造了个房，就差这厨房有点简陋。锤子哥把树枝削尖，桥瞬间变锄头，地上一顿操作，这泥巴就是他的建房起点。他一筐筐的往厨房倒泥巴，框框叠叠没完没了，外面堆满石头守着，堵的泥巴一点漏洞也没有。这锄头用久了真伤手，锤子哥忍着痛钻木取火，真男人就得这样硬核。火堆一点就旺，给石头来次深度按摩，拿树干敲碎他的头，凿不开木头心，那就用火来烤，总有办法的。石头上藤条缠绕来回绕，开玩笑的说能瘦腰。小哥把手跟石头连上，新锄头就这么诞生了。名字啥的先不管，反正用不了几天又得换。有了新锄头，小哥干活效率翻了不止1倍，转眼间厨房地面就铺好了。记住这坑，后面它会再次出现让你惊叹。锤子哥用脚夯实地面，180斤的压力谁顶得住？然后他又拿来树干，头顶上就是几下重锤，从石头换成木头，树都受不了这压力，直接裂开。锤子哥拿起石斧继续细活，木板上凿凿凿，直到凿出把手形状，这是准备去河边洗衣服了。然后锤子哥抱起66斤重的石头，在泥巴上的石头一顿猛砸，地基的牢固不容有失。拿出新做的棒槌，狠狠一顿锤，树再次遭遇石斧的狂轰滥炸。锤子哥虽然个不高，但踮起脚尖也要搞定。屋顶框架终于搭好了，拿来事先编好的茅草帘，一跃成为屋顶上的猴王。说他没去少林寺学过功夫，那我是绝对不信的。柴火也被他搬进厨房，用树干简单扫了扫门口，就这样野外也能闻名到家。这厨房简约不奢华，干净明亮就行。刘禹锡到了也得改写陋室铭。那床板硬的锤子哥腰疼，生存高手木工50年，足够的木材已经准备好，打算打造一张无与伦比的实木床。有千万种好床，但这一张是锤子哥的宝贝。第7天在野外的日子，7天造房搞厨房做家具，1天没好好享受生活。今天得来个度身定造的实木床，首先得凿树，别担心石斧是否锋利，力气大就是王道。树皮都不要了，直接动手包，慢慢用凿子开凿木头。随着雨声的哗啦啦，6月雨把它困在这里。现在雨打在要做床脚的木头上，床脚必须开足够的凹槽，这样才能把框架固定稳当。锤子哥又拿来藤条一圈圈，这床虽然用了高科技，但工具不精确，还得靠藤条绑定。你看锤子哥年年是劳模，石斧居然还敢罢工，石头硬到直接崩了，那就用木头来打木头，实在不行自己上。今天这床非做不可，不做等媳妇来了怎么办？锤子哥把床框固定好，开始安装床的龙骨。自己体重不轻，所以这床得多加2根龙骨。床板是深山老林里的竹子做的，把竹子一分为2，平铺在龙骨上，用藤条一个个绑紧，看起来是分开，其实是整体。床板上的毛刺让我想起童年的阴影。床板问题算是解决，试试这床怎么样？凹陷度有点让人担心，有床怎能没枕头？锤子哥继续处理木头，把木头对半劈开，用凿子赢得木头的信任，再用木炭加工。看他那专注的样子，跟老电焊工一样，还以为他是画家呢。木板彻底打穿，插入2根竹子，用藤条不停地支穿框架，头尾都固定牢靠，继续用藤条把整个框架缠紧。这枕头无论高度还是材质，都很符合人体工学。除夕收拾干净，坐在窗前喝口热茶，急着体验新床，舒适度爆表。睡了一觉醒来，对树展开攻势，然后疯狂拔草，
要在这开辟自己的菜地，看看其他野外生存的人。他是唯一这么快就种地的，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打算回家了。野外生活新手指南：首先得有个能住人的房子，然后得弄个能睡的床，解决吃饭问题还得种点菜。为了扩展自己的绿色小王国，锤子哥展示了他的焊接技巧，在一根木棍上打了9个洞，利用融化的松枝把木棍和把手紧紧固定，竟然造出了一把和八戒一样的9齿钉耙。门口那块空地很快就被开发了，把泥土和草木灰混合起来，可以让土地更肥沃。锤子哥挖出了几条整齐的菜沟，成功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菜地。这个荒野到底能种些什么？锤子哥早就有了完美的计划。那次偶然遇到的木薯，他已经让它泡了一整夜。木薯适合用插条的方式种植，只需将这些枝条种入土中。锤子哥双手挖开土壤，把树干埋入土中，然后去森林里收集了些松针，用它们给菜地盖了个小被子，既能保持水分，也能保温。为了更好的保护菜园，锤子哥又搜集了许多树干和竹子，用力将竹子分割成细条，把竹子中间的结打掉，用这些树干围绕菜地固定，把整个区域围了起来，留了一个进出的口。可这个缝隙有点大，不得不用些小竹子填补间隙，防止野生动物闯入。锤子哥拿起竹片，把它穿梭在树干间，用竹片连接每一根独立的树枝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障碍。锤子哥连篱笆都要做到完美，真是讲究得很。然后用木棍继续敲打地面，敲到土地公都感觉头晕眼花，还得用脚踩石踩坚固。那个挖土的坑现在越挖越大了，锤子哥就在坑边直接捏泥巴，把泥巴搬运到菜地去。谁能猜到他接下来要搞什么大动作？真没见过这么能折腾的家伙，竟然能让泥巴发挥出水泥的威力。锤子哥把泥巴倒下了铺开，先用竹片把泥巴给整平，然后用双手拍打紧实，拍到泥巴都嗡嗡作响，还用竹筒来回滚压，原本粗粝的泥巴被刮得滑不溜手。锤子哥在地基里插几根竹竿，用来当做钢筋用，围着地基堆起泥巴，有了竹条的支撑，泥巴堆得更加自如，还得插进一些竹片，让整个结构更牢固。今年锤子哥38了，搞泥瓦活已经50年，技艺已经炉火纯青，真不是一般人能比。可这坑真的是越挖越大，在土里加点草木灰，增加土的粘性，倒进1贯粘的老山泉，搅拌一番后，泥巴终于可以用了。锤子哥开始在水池内壁涂泥，加了草木灰真是好用，水池的防水效果直线上升，底部也用这升级泥巴覆盖，一个完美的方形池子就完成了。今后可以用来存水灌溉菜地，直接灌溉效果满分。忙活了一整天，锤子哥的手都快废了。为了让水池快点干，锤子哥直接点了个大火，这伙食保证看得他心花怒放。第2天，锤子哥带回来一捆藤条，开始了自己的手工秀。他把藤条铺开成一个星星，站在中间的点上，开始灵活的编织。很快，底部的样子就出来了。藤条的排列整齐有序，透露出他曾是个伐匠的秘密。随着篮子越织越深，剩下的藤条可以回收利用，把它们再插回篮子里面。但他今天的计划不止一个篮子。知道用松枝可以做木桶吗？锤子哥从树上收集松枝，把树木的精华全部搜集，然后带回了厨房。首先把木炭捣成粉，这不得磨得很细才行。然后加入新鲜松枝，放火上加热，高温让松枝和木炭混合，直接倒进刚编好的篮子，从底部开始涂抹，慢慢向外扩展。等液体硬化后，用石头敲实。他用了整整1天1夜才把桶内部补满，外层也得一样处理，这就是他的讲究所在。如果是我，可能就涂1层了。这是我见过最黑的桶，所以就叫做乌漆嘛黑桶，用来盛水绝对没问题。锤子哥拿起自己的猎杖，很有范儿的走向野外。他这么矜持的理由，是因为遇到了一只走失的鸟，下一刻箭就射出去了，鸟危险了。他迅速操作弓箭，铁汉绝技再现江湖。显然他急于补充能量，赶紧生起火来。石斧首次变成了切菜刀，接着又开始切割竹片，在竹片上撕了个口子，架好2只小鸟准备铜烤。小火轻轻翻烤，这顿是野外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餐。吃饱喝足后，好好的睡了一觉。第2天，锤子哥精力充沛，扛着他的特制黑桶，来回好几趟给水池打水，跑了无数趟才把水池填满，还得仔细给木薯浇水。虽然偶尔能吃到野味，但他知道不能天天指望。锤子哥明白饭要一顿顿吃，这样的男人真是太牛了。一个人在野外过了4年，自己打造了一个世外桃源，白天钓鱼，晚上放烟火。不只是竹子用得好，还是个有年头的木工高手。一大早，锤子哥就开始忙活，用石头和木棍标出地基，挖出来的泥巴掺水搅匀，围着地基开始建造。建到一定高度后，大火烘干是必须的，这样才能继续上面的工作。炉子底部预留4个通风口，准备足够的柴火。用石斧把木头劈成一样长，用力踢一脚确保固定。锤子哥开始收集草木灰，开始在坑里摆放整齐的木柴，先放易燃的细枝在底部，再加上粗大的树干，把木柴堆得整整齐齐，比边缘还高出10公分。在木柴和边缘间填一些小枝条，收集周围的树叶覆盖顶部，从底部开始点火。土堆上起了缕缕青烟，看着有点不祥的感觉。锤子哥只能加多点土来盖烟，终于不冒烟了。底部开始神仙般飘着烟，打开进火口继续塞树枝。好的木炭是要慢慢熏出来的，
只要洞口还能摸到湿气，说明木炭还没烧好，远看就像仙境一样，那烟雾缭绕的样子超有感觉。一夜之间仿佛穿越到了古代。小哥用泥巴封好所有缝隙，再摸摸洞口，感觉还挺湿，又是一整个通宵达旦。第二天炉子里面都塌了，看着像是场灾难现场。锤子哥开始取出上面的木炭，那清脆的声音响起，一听就知道这回木炭烧得漂亮。这木炭不仅好，还挺大块，得说这次的质量比澳洲那哥们的强。既然木炭都烧好了，炼铁的日子也不远了。锤子哥捡回一块超大的石头，然后就开始默默挖土。看来他又要干一番大事。这哥们手下功夫不小，烧了100斤木炭，又高兴地搬回一块石板。看着跳动的火光，他突然有了灵感，再次挖起土坑，泥巴加水好好搅一搅，在石板上捏出炉具的底部，放2块石板后，继续搭高炉体，用猛火烧制，炉内部都黑了。小哥抱起来直接搬进屋里，原来是给自己定做的壁炉。继续用泥巴做蜂窝状火炸，烘干后可以装进壁炉，边烤火边继续煎，高温让泥巴快速硬化，顶部覆盖木板，边堆砌边往内收紧，树枝起到了钢筋的作用。这手艺绝对是泥瓦高手。壁炉顶部逐渐收紧，烟雾开始在屋顶飘散，看来是时候弄点烟熏肉了。用泥巴做的烟管直通外头，野外温差大，昼夜交替，有了这壁炉，晚上也能暖和过冬。第二天，小哥背来好多茅草，把茅草平铺地上，拿起耙子把地面清一清，挥着木棍画出地基。别以为这是要建房子，他其实只是想弄个鸡窝。虽然他现在还没鸡，地基画好后，开始真正的苦工时间。锤子哥一个劲的挖，把泥土堆到地基旁，又搬来300斤的大石头，把40米长的竹子一劈为2，继续把竹子劈成细片，竹子树干藤条一应俱全。先用锤子敲出坑洞，把主梁立进去，用石头固定好旁边，围着地基摆上石块，把混好的泥巴糊上去。石头的加持，地基牢不可破。这家伙野外生存4年了，为了养鸡，他开始动手建造气派的鸡窝。虽然手上还没鸡，锤子哥在地基周围围上竹子，当成钢筋来用，然后用斧头把杂草砍碎，和泥巴混在一起，更牢固地贴在墙上。他一把泥巴就抹上去，搓泥巴跟玩一样，也像是洗衣服。他证明了泥巴真能往墙上抹。一天就这么过去了，鸡窝盖的1/3了。小哥是不加班的主，吃了木薯就洗洗睡了。锤瓦匠又来了，那双手灵巧得很，把墙弄得平平整整。泥巴不够就去挖坑继续挖，直接把泥巴往地基里倒。又搬了160斤石头来，墙边一边垒一边放石头，确保墙不会一推就塌。一个劲儿这么干，直到4面墙都糊上泥土，留下窗户和门的位置。墙面虽然有点粗糙，锤子哥把粘土扔墙上，仔细填满所有缝隙，保证基柱的不透风。用藤条固定屋顶，这结实的绑法，王母娘娘都解不开。锤子哥使劲咬牙，把所有支架捆紧。窗户用竹片做，用藤条来固定，竹片间隙精准，没有任何误差。采用编织技术，屋顶边用竹片编起来，设计通风又透气，鸡们肯定喜欢的不得了。锤子哥编织茅草帘，扔到屋顶上去，用轻功调整帘子位置，轻松拉起帘子，这屋子比自己住的还豪华。下次鸡窝将迎来新成员，这家修真牛逼，10级风也吹不倒他的鸡舍，自己的草屋却风雨飘摇，外面风大也只能烤火。风停了，锤匠又回来了，竹子编成了一扇鸡舍大门，泥巴堆起门槛来，竹门咔嚓一声插入洞中，转了转门，确保能自由旋转。锤子哥把鹤纯搬进新家，铁柱这次真的掉进圈套里了，一把抱起铁柱塞进笼子，忙前忙后清了鸡舍前头的地，把树叶全都铺在菜地里，拿起棒槌开始敲打，只要这右臂够有劲，木棍就能钻进土里。现在轮到树出场了，用石头把木头劈开，把木棍插进预先凿好的槽，锤子哥站在石头上，一本正经的捶打，瞬间带回来一堆新竹子。石斧对着竹子也是一阵猛击，轻轻松松把竹子劈成2半。锤子哥展示分身术，把竹子分成一片片，立马开始编织，每片竹子间隔10厘米，织成一个大网格，尾部用藤条捆紧。一会儿功夫，一网打尽，天罗地网编好了，在横梁上绑上支架，把竹网卡进框架里，把四周都围好。这下有了个动物操场，竹片和支架也用藤条绑好，这防护做得真结实。锤子哥这才敢放铁柱出来，没想到一走了之，竟然有了自己的大别墅。下一步得给他找个伴。锤子哥说别妄想，你连饭都没着落呢。这泥巴曾是白蚁的家，现在被敲敲打打弄成泥巴，用木棍来回碾，看来是要进入陶瓷时代了。在野外做陶器的人见多了，锤子哥这种讲究程度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小哥开始处理收集来的粘土，一根木棍就把它碾成粉，还特别挑出了那些大颗粒，然后把粘土全倒进水池，用铁勺子温柔的搅拌，把细沙子都挑出来。锤子哥用普通泥巴搭了个容器，把泥浆一把把捧起，小心翼翼地转移到容器里，利用叶缝过滤掉多余的水分，保留下来的就是精华。按照这个方法再来一个，把泥浆放到竹壳里晾干，摆在太阳底下晒，这画面别有一番风味。泥浆干了之后变得黏糊又有弹性，剩下的用火烘一烘，这样能快点完成。石板上撒点草木灰，开始捏塑第一批粘土。
双手不停地拍打塑形，慢慢的一个碗的形状出现了。虽然只是个喂鸡的碗，但锤子哥毫不马虎，不论是做工还是样式都精到。采用同样的方法，继续处理剩下的泥土，捏出了3个大小各异的陶钵。先在灶边晾干，再用火烧制，陶钵的颜色逐渐加深，陶土的质地也在改变。4个小时过去了，成功取出成型的陶器。这陶器的声音响亮清脆，烧制后剩下的灰也不能浪费。剩下的泥浆重复前面的步骤，双手配合的天衣无缝。这回形状可以随意些，用树枝在表面做最后的修整。喂鸡的碗终于有伴了，甚至连自己的饭碗都有了。然后小哥一转眼就出现在野外了。树这次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小哥在厨房外面搭了个延伸的支架，采用的是高温快烤法，直接用木炭猛烈烤木棍，边烤边用力吹风，木棍没多久就被烤透了。锤子哥把新棚子的屋顶固定住，拿石头划定了新区域的界限，挖土的坑越挖越大，看来早晚得变成个水井。把泥巴平铺在工棚里，用木棍把泥巴夯实，继续对其他支架使用炭火攻击，将木薯剥皮后切成段，放在架子上慢慢熏烤，刚好用新做的支架组装起来。这家伙到底有多厉害啊！在野外已经混了4年半，拥有了100亩的菜地和无数家禽，连盐都是自己手工做的。为了提取淀粉，他还用上了勾股定理，搞了个类似老僧入定的手拉木导器，每拉一次绳子就能精准的砸向木薯，这样捣碎木薯比手工简单多了。省力是省力，就是有点无趣。然后拿着砸碎的木薯去鸡舍，饿了1天的铁柱终于能吃上饭了。下一步得解决盐的问题，毕竟做饭没盐怎么行？口再甜也得有点咸味。锤子哥开始收集草木灰，连壁炉里的木炭灰都不放过。把草木灰倒进开水里，大火煮开，把沉淀后的液体转移到另外一个容器，一步步过滤掉杂质。照这方法再来一次，最后熬出一锅草木灰汤，把上面清澈的液体小心收集起来，再放木柴加热。这过程真是慢悠悠的，水分得一点点蒸发掉。罐子边上的结晶都是小哥梦寐以求的盐，小哥在旁边守得死死的，直到锅里一滴水都不剩。这时候把结晶都刮下来，虽说不多，但够吃好几个月的。锤子哥随手撕了块竹子，用竹片代替刀子，一划一拉就把木薯皮去了。有这手艺谁还用菜刀啊？把木薯煮个10分钟，这就是今天的午饭。吃的时候蘸点自制的盐，小白子也嫩得流油。以后可不能把木炭粉扔了。想到厨房还没个像样的灶台，锤子哥又开始挖泥巴。其实他就是想吃烤鸡，一气呵成的搭起了双层炉，在上头搁2根木棍，瞧着好看又实用的烧烤架。真没见过这妖牛的家伙，在野外建了个自给自足的小天地。为了能在野外享受美食，他手搭灶台，拉动那木导器，把干木薯砸成粉，然后把木薯粉倒进罐子，小火慢慢烘焙，炒到金黄色。小鹌鹑也处理干净了，搭2根木头做成架子，用小火熏烤，这样羽毛也能清理干净。冷水下锅煮半小时，把鸡汤移到另一个罐子，灵巧的把肉从骨头上分离。这就是咱的手撕鹌鹑。小火慢慢炒那鹌鹑肉，再慢慢加鸡汤熬，水开了就倒进木薯粉，左手动作不停的搅拌。这招明明是印度厨神教的。木薯粉慢慢跟鸡肉混合，撒点手撕鹌鹑肉在上头。这顿饭可算是锤哥吃的最香的一顿，虽然看上去不太讲究，但味道绝了。吃饱喝足后，又开始地上忙活，先挖个心形小坑，拿竹片来覆盖。锤哥端着锤子对着土堆猛敲，挖个坑再加水饺，把泥巴抹在竹片上，用手法打出66个小孔，大火烘干固定形状，沿着固定好的结构往上堆。锤哥不怕火花，两手巧妙摆弄每块泥。第2天炉子也快完成了，炉顶只留个小口，底下开2个火口，确保热量均匀分布。锤子下去，使炉内更加紧实。小哥搬来一堆石头，本来想直接敲碎，谁知石头硬的不行，只能采用摔的办法，小心别砸到自己的脚。把石头敲成小块，然后是木柴登场。这家伙真是牛，不借助现代工具就能自给自足。首先是那精巧的炉子，把石头铺在底部，1100度高温烧制，生石灰就这么制出来。从小火口点火，烟雾升起，锤哥在等待。锤哥把炉子顶封得严严实实，这回得整个通宵手着火，火绝对不能灭。一昼夜的辛劳，手铁的锤哥拿出烧好的石灰，看着它们白白的外表，到底烧成了没有呢？得用水来一试，把石头一块块放进筐里，倒在地上隔了1米，像是大费周章的放屁。拿山泉水洒上去，石灰一遇水就热乎乎的，热气腾腾的一幕，石灰屑屑掉落，剩下没烧透的青石。这次烧石灰没全成，但锤哥也算是出世提升，就是石灰少了点。锤哥转瞬又搬来几块大石头，把它们都拆开，和没烧透的一起放，力求效率更高点。带着筐子到外头，在芦苇丛中掏出黑石头，这是天然的煤炭，能让炉子温度更高，是不是能烧好石灰呢？锤哥这地方资源还挺丰富，轻松一搜一大筐，带着煤回到营地，把煤碎一碎增加热量，炉底铺煤，上面再放石头，石煤交错层层叠，点起大火烧起来，炉子里红彤彤一片，不趁机烤点串才叫浪费。第2天锤哥取出成品石灰，这回全白没杂色，轻轻一碰就碎，证明了石灰全转化了。
在浇地的池子里倒山水，直接把石灰倒进去，瞬间就是个大石灰池，池子冒起滚滚烟雾，石灰水搅和起来真剧烈，像极了锅底冒奶泡。锤哥不再相信自己的小手，改拿木棍搅拌去了。显然他还是挺爱惜自己皮的。这哥们儿究竟多能耐，竟是3天3夜烧了100多斤石灰，然后把它和河泥混一混，搞出了能砌砖的混凝土，全不用啥现代工具，就石头在木头上凿槽，4根木头一拼，一个砖模就出炉了。锤哥一边搅混泥，一边往模具里倒，竹片一抹就能脱模。照这么一路造下去，锤哥简直离不开砌砖，这种速度持续，迟早得盖出砖房来。到后面，锤哥都不用工具了，直接手抓泥巴，效率直接飙升，不愧是野生界的铁手。第2天把砖头搬厨房去，空出来接着干，直接烧出了一大堆好砖。锤哥一转眼到河边，河沙细腻得很，正好拿来做砂浆。锤哥背回3筐沙，和石灰一起拌匀，砖头终于要登场，展示下锤哥家传的手艺。地上挖了3条沟，一层砂浆铺一块砖，砖缝里也得填满砂浆。先固定3条沟的底座，铺上竹片，直接往上倒混土，周围继续用砖堵固，火栅上戳个很多圆孔。锤哥每个动作都带着老板的风范，连最小的裂缝都不放过。做好活得先把工具准备好，用砖头盖的炉子，效率和使用率都杠杠的，比那些泥巴砌的强多了。盖到顶的时候，开始往里收口，这不特别考验锤大师的手艺，一不留神，砖头可能就咕咚一声掉了。锤子哥虽然年轻，但手上的工地经验足足有50年，这才顺利把砖炉子盖成。这造型呀，真是让人看了冷汗直冒。总之看着就有点邪。为了解决喝水的问题，他先是用石头烧石灰，再用手把水泥砖头一块块做出来，结果盖出个形状奇特的炉子，然后用烧炉法烧出了一堆木炭。你可能在想这和谁有啥关系？继续看就知道了。锤哥选了菜园外头的一个角落，先把地方清一清，然后就开始挖，用木棍帮忙坑越挖越深，形状还特别规整。挖到半米深的时候，进一步在中间挖出地基，拿4筐河沙加上块状石灰，加点水搅一搅，就成了填地基的砂浆。先在地基4角钉好砖头，用竹片当尺子，量出边长和对角线。锤哥可真是讲究。接着一层砂浆一层砖头，继续往上堆。锤哥一个人既当工头又搬砖，他的老祖宗还曾经告诉过他，办啥事都得像盖房子那么上心，认真是做事的不二法门。锤哥动作利索，半个池子马上就成型。沙子用光了，出门去野外挖。那边的小蝌蚪还在找妈妈，锤哥一把捏，这些小家伙就被抓起来了。一筐沙子扛在肩上，这沙子得先洗洗，才能投入使用。缝隙就用泥巴堵。锤哥旁边又开始挖第2个池子，看来他打算搞个双池套餐，按第1个池子的方式复制。第2个池子也开始成型，这个池子小了点，经常得把砖头切成半块用。继续砌别停，3天就飞快过去了。2个池子都砌到了合适的高度，下一步得考虑防水问题。河底的淤泥稀又黏，混点石灰就成了绝佳防水材料。锤哥把淤泥往石灰上一拍，这逃过经历的事情可不少。几天前他还用它煮了木薯汤。没有现代工具的帮助，锤哥不仅自制了水泥，还搭了个双滤系统的池子。他把河沙倒进池底，用竹片慢慢拍打，一遍遍拍实，还在主池底部垫高沙子，倒进山泉水让它更结实，用竹管将2个池子连起来。锤哥开始筛细沙，只有细沙才行。接下来就是加工这些，把淤泥倒进细沙里，再倒入像牛奶一样的石灰水，好好搅拌一番，就变成了野外版水泥。锤哥灵活一跳，跳进池里开始抹墙，拿块木板当瓜子，把水泥均匀涂上，用竹片背划过去保证顺滑，墙面光滑的能照镜子。锤哥泥瓦匠生涯已有50载，这气场不是一般人能比的，就是水泥用的挺快，边抹边得调新水泥，大块淤泥得先拆开才行。锤哥的抹灰事业还在继续，这水泥平滑的很，跟市面上好货一个级别的。4壁抹完后才能开始弄地面，竹片这下滑那下按，小哥的手艺真是了不得。大多数人都没意识到，水池底得挖个沉沙坑，方便将来清理池底，这就是锤哥的讲究之处。水池露天放容易积灰，锤哥在上头固定树干，回来拿了捆竹子，当场分成几段。这双手真不是盖的，竹片才好厚，插在框架顶上，直接覆盖自制水泥，这样水池不怕风吹日晒或落叶了。水泥固化的时间，围绕水池又砌了一圈砖，先用挖出的泥巴盖上，找平加水搅拌，用大脚一踩固实。菜园边又挖了个小蓄水池，水池的水直接引过去，存起来可以再利用。浇菜省力多了，真没见过这么能干的人。自己在野外过了4年半，不只是建房子种菜，还自己烧石灰做水泥，用这水泥砖头建了个过滤系统，谈过滤那河里的鹅卵石得提一提。锤哥直接捞起来装进篮子里，河边上来个现场冲洗，然后一斗箩筐直接晾干，一遍又一遍的重复，大小各异的石头都洗干净了。下一步是收集细沙，水池底部先铺一层大石头，
再搬来一筐中号鹅卵石，细缝里都塞满它们，小石头也洗干净后倒进去，用铁铲把它们抹平。木炭环节到了，把木炭砸成细粉，这样吸附面积更大。最后来一层厚厚的河沙，大颗粒砸至河沙顶上过滤掉，剩下的让木炭来吸附。锤哥往过滤池里加山泉水，最开始的水有点浑，但这没啥大不了的。顺手砍下一颗芭蕉，用芭蕉心来净化水，不一会儿水就清了。想起自己好久没洗澡了，锤哥跳进池子里洗了洗，把芭蕉心扔出去，然后把水往外排。这第一轮过滤的水，清洗水池正合适。看着水顺着排水口流进了菜园的蓄水池，又被锤哥挪到石灰池，顺便灌溉了下木薯。蓄水池的水还在外面泼，正常过滤的水才开始。锤哥打开竹门接了碗水，水质清澈见底，他一口气喝完，然后把水倒进陶盆，随手洗脸。终于水池建完了，就是浇水还有点麻烦，懒得动脑子才会有创新。小哥这次用椰子碗弄了个浇菜的小盆，虽然这样不用老弯腰，但木薯还在那儿喊渴。主要是小哥懒得天天给他们洗脸，就决定弄个竹子做的全自动浇水系